地下世界找到远古金属，回到主世界，我们立马制作一个远古金属工作台。有了远古金属，我们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要去挖密银。但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挖密银的道路竟然如此坎坷。目前呢，我们马上生存到28天，在生存到第32天的时候，如果是正常的话，那肯定是血月。这时候呢，就有个问题，我这个空岛血月的时候会不会刷怪？当然了，我肯定是不想让它刷怪。如果生存到第32天，血月真的来了，真的刷怪了，当然我也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方案。上期视频呢，有粉丝提醒我，去地下世界你最好是有一把附魔武器。有道理。俗话说得好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所以我准备搞一个绿宝石附魔台，然后再去地下世界。当然了，挖地狱沙砾的话，肯定是挖不出绿宝石的。所以这是话术与视频画面严重不同步。细心的粉丝这时候可能发现了啊，我已经把铜铲换成了铁铲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，铜铲挖沙砾和铁铲挖沙砾有什么不同呢？之前呢就有粉丝告诉过我，铁铲挖沙砾比铜铲挖沙砾掉的东西要好很多，我还不信。今天我这一试，不知道是我走狗屎运了，还是说真有这个特性。反正在我这里这个爆率是真的高啊，尤其是挖这个普通沙砾啊。反正我说的天花乱坠吧，你们也肯定会不信。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，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。在这里呢，我就不做过多的演示了。挖了多少天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今天就是血月。背包里的这些东西呢，全是我这次挖的。除了目前有的4个真金粒，我还卖掉了3个真金粒。为什么这4个我不卖了呢？因为我发现真金粒好像可以在任何工作台上合成真金锭。之前我还认为必须是真金工作台，在这里误导大家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次呢，我也是准备攒够9个，再合成真金锭，然后一卖就可以得到8万多块钱。OK， 明天一早就是血月，咱们的临时小庇护所也建起来了。现在你们可以盲猜一下，这次的血月我这个空岛到底是刷不刷怪？OK， 兄弟们，血月马上来袭，即便是今天刷怪，这怪物呢也打不到我。最后呢，经过我确认，不管是血月的白天还是晚上，我的空岛都不刷怪。当然了，这可能跟我空岛太小也有关系。如果你的空岛太大的话，那我就不保证它能不能刷怪了。现在呢，咱们制作一把新式武器，名叫铁棒，攻击伤害可以达到7，耐久度6400。有粉丝告诉我呢，这把铁棒是前期对付古尸的不二之选。我制作了一把，然后呢来到地下世界，我来给你们测试一下。这些小蜘蛛呢，全是由外面的猪后放出来的。这蜘蛛很好打呀，它们好像确实是有点太逊了啊！我一棒子就可以解决一只。可是如果要做到斩草除根的话，我们必须要解决掉外面这只大蜘蛛。就这样，我在底下直接掏了一个洞。你挺嚣张啊！我金苹果加持，我能怕你？过来！哎，我靠，狗东西跑了，打不过它就跑，真的太逊了！哎，你就这？跑了我也没办法，我总不能追出去吧。索性啊，饶他一条狗命。我们先看一看这附近有没有密银矿。还没等我开始寻找，真该死啊！又打我一下。这个毒蜘蛛啊，让我真的是很头疼啊！毒性的持续时间还非常长。哎呦，它这个毒真烦人。总不能每次都吃金苹果吧？要想不吃金苹果也可以，那就得有牛奶。说干就干，实在不行回家养头牛吧。买一头牛需要花费8192块钱。买了之后呢，我们还必须找个地方给它养起来。养牛必须具备2个条件，第一个草方块，第2个就是水源。余额还有一点，草方块和泥土呢直接可以解决。这2棵大树呢刚好形成一个天然的庇护所，为牛呢遮风挡雨。采石墙必须采用粉红色，粉嫩的，有点小草莓的感觉了啊！倒下一桶生命的源泉。现在我宣布养牛场大功告成，最后一步把牛犊子给它放出来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想挖个密银，却经历了这么多事儿。绿宝石附魔台呢，我也整出来了。简单给我的武器和稿子附个膜，属性嘛都无所谓。这2天呢，等我再收集一点牛奶，然后再把钱呢再给它攒一攒。下期视频我们再去地下世界挖密银矿。